大家好，我是静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来做老式面包，不需要揉出手套膜，但是成品柔软拉丝。配方含糖量少，完全可以用作早餐来食用。快来看看怎么做吧。首先来做种面，也就是俗话说的酵头。200克普通面粉，加入3克酵母粉，15克白糖，混合搅拌均匀。再加入200克牛奶，牛奶不需要加热，因为今天我们要用冷藏发酵的方法，所以冰箱冷藏的牛奶就可以。把这些材料混合搅拌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比较稀软的面团。加盖放冰箱冷藏隔夜发酵。第2天从冰箱拿出种面团，可以看到面团的表面有一些泡泡，体积明显变至3到4倍大。如果达不到这个状态，可以室温继续发酵。发酵好的种面内部应该是这样的，满满的蜂窝状。这时候就可以做煮面团了。25克常温的牛奶，打入1个鸡蛋，鸡蛋重量带壳60克，充分的打散和牛奶混合在一起，倒入到种面团中。另外准备200克中筋面粉，加入15克白糖，半小勺盐，大约3克，搅拌混合在一起，倒入到种面团里，混合搅拌所有的材料。大致混合到一起后，加入已经软化好的35克黄油，把黄油和面团混合在一起。为了方便揉面，也可以把面团转移至操作板上，用搓揉的方式把所有的材料充分的混合在一起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面团非常的稀软粘手，像一团烂泥一样。没关系，继续的揉，你可以借助刮刀铲来帮助你揉面。继续的揉面，最好不要加面粉，多揉一会儿就会揉光滑了。如果你有机器，也可以借助机器来和面，那样会省力一些。但是用手揉面也完全没问题。大约用了10分钟左右，面团就会揉得比较光滑了。最后的面团是比较柔软，但是一点不粘手的面团。揉好的面团放入大碗中，加盖放置温暖处，常温发酵至2倍大。今天室温23度，大约需要1个小时左右。1个小时后，面团已经发酵至2倍大，直接按压排气，移至操作板上，压扁整理成圆形，分成6份。每一份都揉一揉，然后分别整理成表面光滑的圆面团。全部整理好后，加盖餐巾布，让面团松弛20分钟。20分钟后取出面团，按压拍打面团，排出面团里的空气，然后擀成椭圆形。把一边压薄，由上向下卷起来，注意要卷紧。再滚一滚，目的是把封口封上。
然后翻过来，继续搓长。两手按住两头，分别向相反的方向搓2次，然后提起两头，面条会自然卷成麻花状。最后把一头塞入另一头中间，这样一个面包生胚就做好了。准备好烤盘，铺好烘焙纸，放入做好的生胚。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做造型。同样的，取一个面团压扁，排出里面的空气，擀成椭圆状，把上面的一个边折下来，用手掌按压排出里面的空气，把下面一边向上折上去，同样用手掌按压排出空气，然后再对折。按压排气，然后搓长。和第一种方法一样，两头向相反的方向搓2下，提起来卷成麻花状，一头塞入另外一头。全部做好后，间隔码入烤盘内。为了避免表皮风干，可以先加盖一层保鲜膜，然后再加盖餐巾布，让它发酵至1.5倍大。按照今天的温度，我大约用了50分钟左右。轻按面包生胚的表面，如果能够缓慢地回弹，说明发酵到位。在面包生胚的表面薄薄地刷一层鸡蛋液，送入预热好的烤箱，180度烤30分钟。具体的烘烤时间可以根据你烤箱的情况做适当的调整。注意观察，如果中途上色满意，可以加盖锡纸继续烤，避免表面颜色太深。时间到，出炉了。出炉的面包移出烤盘，自然降温，温热的时候就可以分开了。这款老面包柔软拉丝，超级的暄软，可以一片一片撕着吃，就是传统老面包的口感。面包在温热的时候就可以装入保鲜袋密封保存，放3、4天都不会硬。吃不完的面包可以冷冻保存，不要冷藏哦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您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是静，我们下次再见。